价格打下只要200。喜欢翻阅叫我帮我扣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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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好开心哦！好开心对啊，哇，好美。很惊讶。嗨，大家是袋鼠哎，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的特别企划哦。那在这部影片呢，我会记录我是怎么用小小的钱做出很漂亮可以送给伴侣啊或者是朋友的花束。这一次呢，我会总共做3种不同的花。那第一种呢，我想要做一种仙气飘飘、很浪漫氛围、很少女感的花。那作为对照呢，我也会做一个比较有个性、比较中性风格的花。那第3个呢，我要挑战在建国花市用300元内做出漂亮的花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哦。最后的最后呢，我会委托我的好朋友乌里，把中性风格的花束送给他在竹科工作的工程师朋友们哦。那想知道300元内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花束吗？或者是你想知道很少收到花束的男生朋友们收到花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吗？这集影片你就绝对不能错过喽！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第一站，去内湖花市。嗨，大家是7早8早，脑袋还没开机的袋鼠哎！袋鼠今天是小园丁的造型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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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大家今天无尾熊也有陪我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无尾熊。好感动哦，无尾熊今天7早8早陪我来拍摄，而且他等等还要赶快去上班。我们现在在内湖花市的门口。那内湖花市有2个区域哦，一个是卖盆栽的，一个是卖花的。卖盆栽的地方呢，它就在 Costco 附近的那个入口。那卖花的呢，它就在特利屋跟大全联的对面。所以大家来的时候记得不要跑错地方喽。然后里面感觉很繁忙哎，我们赶快进去吧。Go！那你今天有什么目标吗？我刚刚开头有说过嘛，就是我会有3种不同的花，一个的话呢是比较有个性一点的，然后中性一点的花，然后第2个我想要有那种少女感，然后很浪漫氛围的花，然后第3种就是我就要去建国花市看有什么样的花，那我再即兴发挥。那中性一点的花呢，我想要以大地色系为主轴的花，然后再配上那种很形状各异的草去做搭配它，我觉得这样子会蛮有个性、很特别的。那少女感的那种你打算会想要怎么做呀？少女感，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很想要有那种仙气飘飘，然后白色的小花去做点缀。那主轴花我还在想，可能想要粉粉嫩嫩的感觉，可能是粉红色或者是紫蓝色粉粉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赶快来进行地毯式搜索吧，然后来计时一下。看我们今天会用多少时间？那计时开始。我找到了这个非常仙气飘飘的一束花，好好看哦，很耐发哎。你要说 CP 值很高是不是？对，我觉得很好看，它很适合做中性的那种感觉。哦，对，因为你说你有想要找做中性的花。对。我们已经买到了2束的配花，一个是醉仙。是吗？醉仙绣球，然后再一个就是大萤火，银色的银，漂亮哎，开心。那我们赶快再去找紫花 ，Go！ 这是曼谷向日葵吗？对，很漂亮。但是很多人说向日葵啊是用来送毕业礼物的嘛，但我觉得不一定哎。就是我们也可以表示说，我们的另一半很像大太阳一样，就是温暖着我们，照射着我们小小的小天地。我决定用太阳花来做比较中性的那种吊花。好难选哦，我想要找一些粉粉嫩嫩的花。粉粉嫩嫩的花，感觉这边蛮多可以选的，像是可是好难选。哦，你说还没找到你命中注定一见钟情的那个花就对了。对，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找到了，粉粉嫩嫩很可爱的花，它是菊花。哦，那不然就挑这个喽。我们的花差不多买到这里喽。我觉得买了好多好漂亮的，好开心哦。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做一些配草，我个人比较喜欢啦，就是用那种叶子或者草去代替包装纸，因为我觉得这样不仅会有那种比较自然、比较特别的感觉，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不会包包装纸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赶快去看配草吧。嘿，我们现在配草买完了，花也买完了，我觉得我现在是花草大富翁。我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感觉啊，有点买太多，有点兴趣。因为内湖花市也是量大的那种，所以真的太多了。其实这个可能买个2-3束就好了。你看这里只有，感觉里面有8朵左右，我觉得太多，真的太多了。我们今天用时1个小时多。那大家来挑花的时候就斟酌一下时间，就是如果你是上班前来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慢慢看、慢慢挑，又要拍照啦，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多。我们要转场到建国花市。我来到了建国花市喽。那前几天呢，我们在内湖花市挑了很多不同的花，然后有做出了2种不同样的花嘛，一个比较有个性，然后比较中性一点的，然后一个是比较少女感，然后浪漫氛围的。今天呢，我来到假日限定的建国花市，那进去里面挑挑看吧，看有什么样的花可以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赶进去吧 ，Go！ 到了，我平常很喜欢来这里买，那对面会有流浪狗狗收养的地方。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喜欢来这一家，是因为它提供很多不一样的草草叶叶。大家也知道我喜欢用草草叶叶代替包装纸，所以这家我一定会来逛。这个是雪松，这个是50，然后这个一片10块，你要几片？哦，他可以一次不用买这么多是吗？对，是建国花市的好处就是这样，就是可以不用一次买太多。好，大家，我光是买叶子这样子就用了80块咯。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把成本控制在300内。就我们现在还有220的扣档，那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成功。Go！ 这里是卖3束100的，如果3束100的话，以200块来说，我可以选6束咯。你现在目前挑了什么？我挑了桔梗，粉色的桔梗，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雅的，就雅雅的颜色，然后再搭配这个，不确定这叫什么，问一下老板。好，就顺便结账吧。对啊。老板，请问这个叫什么？细细都要朝这个泥芽灰，泥芽灰。圆仔花。好，我要这样子，好这样100 100，对，好，谢谢你。然后我们现在买了大概180元的花跟草，那剩下120元的扣打。我想要再买一个跳一点的颜色，因为我们现在有绿色、粉红色嘛，感觉颜色还是有点单调，所以要买一个跳的颜色。那我们继续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花，因为建国花市也快关了，所以我们要赶快。但在这之前，我还是想要介绍我的袋子，它真的很好用，娘娘，就是它可以这样子放长长的花，而且里面还是防水的，就是这样，你就把花这样子塞进去里面，就可以继续逛街咯，手就会很轻松。通通塞进去，好，那就走吧。建国花市快关了，我们要赶快喽，走吧。老板你好，请问这个橘色玫瑰怎么卖？200， 20朵，20朵200，红的、白的是250，然后这里是200哦。好，谢谢。哎，所以预算剩多少？120。可是我预算剩120啊，可是很漂亮哎。不然你思考一下。这样有悖我们的原则，这样会超过80块。对，不行，只能下次再来咯。老板好心，他愿意卖10支给我们100，好棒，感动。我真的超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有一种油画的感觉。那我们买花行程结束，赶快回家吧。哈，袋鼠现在到家了，买了很多不同的花花草草，那就看看它们可以变出什么模样吧。哈，哔哔哩，叭叭哩，哒哒，这就是今天所有弄好的花啦。噔噔噔噔，那这个是完全在内湖花市买的。然后这个也是完全在建国花市买的，然后这一半一半，这个非洲菊跟石斛兰是在内湖花市买的，而满天星跟麒麟草呢是我后来临时在建国花市再加的，是因为之前有做失败了嘛，而且花已经枯萎了，所以只好在建国花市再就是补一下。那来介绍一下他们各自的价位好了，那最贵的呢？就是 C 位这个非洲菊200元，石斛兰250元，然后再加上满天星跟麒麟草2个加在一起是100元，所以这一个整个 set 就是550元，但还是很划算啦，还是不错的一个价钱。但是有更便宜的是这个，在建国花市买的，就是100元的玫瑰，然后再加上桔梗跟尼亚灰两个加在一起3束100元，然后再加上草配草是70元，所以这整束是270元，各位很划算，不到300元就可以弄出一束花哎！来，各位
最后一个 CP 值最高的就是这一位啦，但是你要买大量的才有这样的 CP 值哦。来，我把它移到 C 位来跟大家好好的说它，真的。我觉得很开心，跟大家说总体的价格好了。总体的价格，向日葵是200元10根，然后大银果200元10根，小沙草就是我们一直说什么毛毛虫草的，就是60元10根，青绿蕨80元10根，龟背叶100元10根，总体加起来是640元。去掉一些损耗，我弄了3束，所以640元除以3，一束只要213元。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电视台购物台卖东西，直播带货，我把价格打下来，这个只要213元。喜欢方便加我帮我扣1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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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那个这样的一束花只要200多元呢，不到300块，我觉得很棒哎！而且这个我会做成3份，然后明天会送给我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就是我们明天见，好，拜拜。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送花给你，想不到吧？想不到吧？真的是想不到，怎么样？好开心哦！好开心！对啊，第一次收到这个。好，花花，哇，好美！这是什么花？你猜猜看。看起来很像向日葵，可是这个品种的向日葵感觉蛮特别的，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对，因为那是梵谷向日葵。哦，喜欢梵谷。喜欢梵谷，喜欢梵谷。没错，梵谷向日葵赞。花，怎么样？不错啊，好久不见了。很惊讶吗？很惊讶啊！好，那接下来就换袋鼠采访。好，稍微采访你一下，你觉得收到花的感觉怎么样呢？真的很开心哎，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花。怎么样？我觉得很意外。第一次有人送我花，很难得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有这种收到这种礼物，还没反应过来。对，我的内心是很有感动的，只是你没有语言。对，这我表达不太出来。开心，然后意外，收到花一定是开心的。第二个问题，以后任何节日或者是自己生日，你会想要再收到花吗？想哎，我会想要收到，而且我觉得收到花感觉很棒。我会喜欢花的原因主要是夏卡尔的一幅画，有一幅画叫生日，他会送一束花给他，不知道是老婆还是女朋友，然后转过头来亲他的那一幅画，我很喜欢。所以你可以从这幅画里面感觉到就是生活中的快乐。自从看到那幅画之后，我才开始喜欢有花束的感觉。送花是一个把生活融入浪漫的一个方法。对，所以不只是很亲近，而是就是生活中的小事情都值得庆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做起来很简单，那以后你会想要再亲手做一个，然后送给你重要的人吗？会吧。所以你今天收到花有那种被启发的感觉。以前没有这种经验，然后今天突然有，然后觉得感觉还不错。这个花如果是一个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你会想要自己亲手做一个给亲人吗？会，而且我也会想要邀请他一起做。我觉得一起做其实这个感觉又不一样。对，就是可能可以一起做这样，感觉蛮不错的，就一起挑花，然后一起绑这样。哦，所以大家好像蛮多人喜欢一起手做，然后一起创作的那种感觉。因为因为这样可以一起互动，然后也一起完成一件事，然后又可以收到这样的礼物，其实很不错。嘿，袋鼠重新祝回大家了，好开心哦！看到大家今天收到花是开心的，我觉得真的很开心。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吧。首先，袋鼠去了2个不同的花市嘛，一个是内湖花市，一个是建国花市。内湖花市啊，我觉得它的优点啊，就是因为它是做花束批发的花市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花卉品种非常的多，就是很齐全。第二个啊，就是它每束花的单价算起来也都是非常便宜的哦。但问题就是啊，因为它是做批发，量很
很大，所以一次会买很多。如果你是有像我想要做很大的花束啊，或者是来送给很多不同的朋友的话呢，那我觉得内湖花市是非常建议你去的，我觉得很划算，很棒。但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包一束小小的花束啊，你去内湖花市就会变得买太多了。那我比较建议你去建国花市哦，因为啊，建国花市啊，每束花单价算起来也都是很划算的哦。而且啊，建国花市有很多花和草叶都是可以拆开来卖的，就是可以避免掉买太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来分别说2个花市的营业时间好了。第一个内湖花市呢，就是在周1到周6，那周6不一定，好像有些花店会开，有些花店不一定会开，那就大家斟酌一下。但周1到周5是一定都有开的。它的营业时间是凌晨4点钟到中午12点钟。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早起的鸟儿，或者是想要趁上班前啊去买花的勤奋的上班族。但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睡到太阳晒屁股的人啊，我就比较建议你去建国花市咯，因为建国花市啊，它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钟到傍晚6点钟，可以懒洋洋的吃个早午餐，再慢慢去逛建国花市。但大家要注意哦，建国花市是只有礼拜6、礼拜天、周末才会开的哦。如果你周1到周5平日去的话呢，你只会看到一堆车，因为那边是停车场。最后就是呢，我不是因为懒惰所以才没有拍我制作花束的过程哦，是因为过程真的太冗长了，影片会拉到太长，所以呢，我会另外再出一期教学影片。所以如果大家有好奇我是怎么样从一枝花和一片叶子绑成很漂亮的花束的话呢，那请你帮我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下一集的影片呢。那我们约定好下一支教学影片见喽，那就拜拜。